每天对谈一本书，大家好，欢迎收看与书谈。我们今天对谈的书是自控力。说到自控力，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了。感觉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控力需要提升一下，但实际做起来又总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是吧？我们好像都默认意志力强就是一种美德，值得表扬。一旦自控失败，比如说明明说好要减肥，结果晚上没忍住吃了宵夜，就容易陷入自我指责，觉得自己意志太薄弱了。但这本书它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有点反直觉的观点。他说，为了成功做到自控，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何失败。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做好事，比如说驳斥了一个明显错误的观点，或者坚持做了一次运动，反而会为接下来做点坏事，比如说放纵一下自己，打开方便之门。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平时的认识？感觉跟我原来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比如节食，或者强迫自己不去想某一件事，为什么常常觉得特别累？就好像精力被掏空了一样，甚至可能在这方面控制住了，在另一方面，比如说脾气，反而更容易失控。这也是书里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挑战了我们对意志力的很多固有看法，所以这本书才这么有价值。它不是简单的喊口号说你要更坚定，而是带我们去理解自控失败背后的那些生理和心理机制，理解我们自己是怎么失控的，为什么会失控，反而是提升自控力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正是如此，与其一味的自责，不如先按下暂停键，做个自我观察者。书里强调自知之明是自控的基础，你得先认识到，原来这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我不是单纯的懒或者馋。作者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自认为意志力很强的人，反而有时候是更容易失控的。这是为什么？比如书里举的例子，像一些反复戒烟的人，或者严格节食的人，他们可能因为过度自信，反而更容易在某个时刻放松警惕，就功亏一篑。确实好像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反而容易大意。所以了解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认识到意志力并非无限，也需要考虑生理因素，比如睡眠、压力，而不是把自控完全看成一个道德问题，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到书里说的两个自我的概念了，一个是冲动的，一个是深谋远虑的。对，可以想象成你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追求眼前的快乐和满足，比较冲动，想要立刻吃到那块蛋糕，或者再刷5分钟手机；另一个更关注长远的目标和价值，知道现在忍一忍，将来可能会更好，比如保持健康或者完成工作。所谓的意志力挑战，本质上就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一场博弈。理解这一点，就能让我们不再把那个冲动的自我视为敌人，而是去理解它，甚至想办法和它合作。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内在的协调，而不是对抗。可以这么理解，提高自我意识是关键。很多时候我们失控，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决定。比如你站在自助餐台前，可能无意识的就拿了很多高热量的食物，或者在逛商场的时候，因为分心买了一些并不需要的东西。书里提到一些研究，发现仅仅是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正在做的选择，就能改善他们的自控行为。所以第一步是看见自己在做什么决定。对，看见，然后才有选择的可能。那我们再深入一点，到底什么是意志力？书里好像把它分成了3种不同的力量。是的，这个划分很有帮助。他把意志力看作是3种关键力量的组合。第一种是我要做的力量，就是驱动你去完成那些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有点枯燥，但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坚持学习、完成工作报告或者定期锻炼。第二种是我不要的力量，这个可能我们更熟悉，就是抵制诱惑和冲动的能力，比如拒绝甜食的诱惑，不去碰那支烟，或者控制住想发脾气的冲动。第三种是我想要的力量，这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忽视。它指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的长远目标和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想要的力量提醒你，为什么之前的
我要做和我不要是值得的，它给你提供方向和动力。所以是我要做，我不要，还有我想要，这3种力量共同构成了自控力。而且这3种力量都和我们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叫做前额皮质有密切关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总指挥部或者 CEO。前额皮质的不同部分分别支持这3种意志力。比如说，有一部分负责我要做，让你保持专注；另一部分负责我不要，帮你踩刹车；还有一部分负责我想要，帮你权衡短期诱惑或长期目标。这就涉及到神经科学了。书里是不是提到了那个很有名的案例——菲尼亚斯·盖奇？菲尼亚斯·盖奇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在一次事故中，一根铁棍穿过了他的头颅，严重受伤了他的前额皮质。奇迹般的，他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性格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冲动，没有耐心，无法遵守社会规范，也做不了长远规划。这个案例非常极端，但也很有力地说明了前额皮质对于我们的自控能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规划能力的社会人是多么重要。意志力它是有生理基础的。那既然有生理基础，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锻炼它？书里确实提到，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某些活动，特别是像冥想这样的专注力训练，被证明可以增强前额皮质的功能，改善相关的神经网络连接。书里推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方法，就是每天进行5分钟的专注呼吸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感觉空气吸入，然后呼出。当你发现自己走神了，比如说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没关系，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在于温柔的、不加评判的把注意力再次拉回到呼吸上。这看似简单的练习，坚持下去，就能像锻炼肌肉一样，逐步增强你大脑里负责专注和自我意识的肌肉。它能帮你更好地看见自己的想法和冲动，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关键是练习觉察和重新集中注意力这个过程本身。刚才我们聊到意志力有生理基础，和前额皮质有关。书里还提到，意志力不仅仅是心理活动，更像是一种生理本能。这个说法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它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能抵制蛋糕，而是说我们身体里有一种与战斗或逃跑反应相对的本能反应，作者称之为三思而后行。那是应对外部威胁，比如碰到一只老虎。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挑战是来自内部的冲突，比如你心里一部分想吃蛋糕，另一部分想减肥。这种内在的冲突也会触发一种生理反应，但不是让你去战斗或逃跑，而是让你先冷静下来。这种反应会调动身体资源，把能量从满足短期冲动转移到支持长远目标上来。它会让你心跳稍微减慢一点，呼吸更平稳，帮助前额皮质更好的工作。书里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生理指标，叫做心率变异度。它衡量的是你心跳之间时间间隔的微小变化。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但心率变异度越高，通常意味着你的身体和神经系统越放松，越有弹性，也就有更好的意志力储备。高 HRV 意味着你的三思而后行系统更容易被激活，更能有效地应对压力和诱惑。反之，如果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睡眠不足， HRV 就会降低，意志力储备也会跟着下降。压力状态下，身体会倾向于短视或冲动，优先处理眼前的威胁，而不是考虑长远。所以，管理压力对于保护和提升意志力至关重要。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这个心率变异度，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储备呢？书里介绍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首先是呼吸控制，你不需要学什么复杂的技巧，仅仅是把呼吸放慢，慢到每分钟大概4到6次，也就是每次呼吸大于10到15秒，试一试，你会发现这能迅速让你平静下来。这种缓慢深长的呼吸可以直接影响你的 HRV， 让你进入更有利于自控的生理状态。关键时刻，比如想发火或者想吃零食的时候，先做几轮慢呼吸，效果可能很明显。它们背后的生理机制有共同之处，都是通过调节生理状态来影响心理状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锻炼。长期的规律性锻炼对大脑本身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它可以增加大脑中的灰质和白质，
改善前额皮质的功能，就好像给你的意志力肌肉增肌一样。书里引用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仅经过2个月的适度体育锻炼，参与者的自控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提升，比如注意力更集中，更能抵制冲动消费，甚至连做家务的拖延都减少了。而且并不需要非常高强度的运动。书里特别推荐了一种叫绿色锻炼的方式，就是到户外去活动，哪怕只是在公园里快走5分钟，接触大自然本身就有放松和恢复精力的效果，对意志力的提升是双重的。关键是把它变成习惯。除了呼吸和锻炼，充足的睡眠也是必不可少的。睡眠不足，作者形容就像是造成了轻度的前额功能紊乱，大脑难以有效利用葡萄糖，能量供应不足，冲动控制能力自然下降。所以，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对于维持意志力非常重要。哪怕是短暂的小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但要注意，是真正的放松，不是说瘫在沙发上刷手机那种，而是指能够引起生理学上的放松反应的活动，比如冥想、瑜伽、太极，或者仅仅是安静的听听音乐、泡个热水澡。这些活动能够帮助身体从压力状态中恢复过来，补充消耗掉的意志力。总结一下，就是说要提升意志力储备，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呼吸、坚持锻炼，哪怕是短时间的户外活动，以及进行真正的放松，这些都是在给我们的自控力电池充电。这些生活习惯看似平常，但它们是意志力的生理基础。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意志力像肌肉的比喻，既然它有生理基础，会消耗能量，那它是不是真的像体力一样是有限的，用到了就会彻底枯竭呢？这个意志力肌肉模型早由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提出的，非常有影响力。他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完成一项需要自控的任务后，比如抑制情绪表达或者抵制诱惑，在接下来另一项无关的自控任务中表现会变差。这表明意志力在使用后确实会变得疲惫。后来，马修·加列克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能量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发现，自控行为会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而血糖水平的降低会削弱后续的意志力。书里提到了那个著名的柠檬水实验，让一部分参与者喝含糖的柠檬水，另一部分喝用代糖的柠檬水。结果发现，喝了真糖柠檬水的人，在随后的自控任务中表现更好。所以，累了、饿了的时候吃点甜的，能补充意志力。这个结论需要谨慎看待。虽然短期内补充糖分可能暂时提升表现，但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并不健康。而且后续研究发现，大脑对血糖变化的方向可能更敏感，也就是血糖稳定可能比单纯的高血糖更重要。如果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反而可能让大脑觉得资源不稳定，从而倾向于采取短视冲动的策略。书里推荐的是选择那些能够稳定血糖的饮食，比如富含蛋白质、纤维的食物，也就是所谓的低血糖生成指数，这样能为大脑提供更持久、更稳定的能量供应。不是靠糖分爆发，而是追求稳定输出。另外，关于意志力训练，鲍麦斯特的理论也提供了一个思路：既然意志力像肌肉，那就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不一定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可以从一些日常小事入手，持续地进行一些轻微的自控练习。书里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试着改变一下坐姿或站姿，刻意保持更挺拔的姿势，或者尝试用你的非惯用手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刷牙、开门，或者坚持记录自己的开销，哪怕只是记几天。这些练习本身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关键在于持续地要求自己去做一些需要克服习惯或轻微不适的事情。这就像给意志力肌肉做小重量、多次数的训练，可以逐步提升你的整体自控能力。不过，关于意志力极限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讨论和争议。比如运动生理学家蒂莫西·诺克斯，他研究耐力运动员时发现，运动员感受到的极限或者疲惫感，很多时候并非真正的生理极限，而更像是大脑为了保护身体而提前发出的警报信号。
应用到意志力上，就是说，当我们感觉意志力耗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感觉本身可能也是大脑的一种预期或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生理上真的到了极限。信念和目的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你坚信意志力是有限的、容易枯竭的，那么你可能更容易感受到疲惫，也更快放弃。反过来，如果你相信意志力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补充，或者你做的事情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就是我想要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你就可能突破这种主观的疲惫感，坚持更长时间。所以，我们对意志力的看法本身就会影响我们的意志力表现。对，动机，特别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我想要的力量，是克服意志力疲惫感的关键。它能让你在感觉困难的时候，重新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和能量。这三种力量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我们了解了意志力的生理基础和它的局限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好像不仅仅是因为累了或者饿了，还有很多心理上的因素在作祟。书里提到了不少这方面的陷阱，对吧？没错，心理陷阱非常普遍，而且很隐蔽，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掉进去了。比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做了点好事之后反而更容易放纵。对，这个就是书里详细剖析的。当我们做了一些符合自我良好形象或者道德标准的事情时，比如坚持了锻炼，帮助了别人，甚至仅仅是在口头上驳斥了某种歧视性言论，我们就会感觉自己道德高尚，是个好人。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就像给自己颁发了一个 permit， 允许自己接下来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做一些不那么好的事情。书里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研究，比如让参与者先有机会反对性别歧视的言论，结果他们在随后的模拟招聘中反而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候选人。还有研究发现，仅仅是想象自己未来会做慈善捐款，就可能导致人们在当下购物时花更多的钱，因为那个好人的感觉已经提前获得了。所以这种效应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因为做了好事而产生的飘飘然的感觉，它可能正在为你下一步的失控埋下伏笔。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一些普通的意志力挑战，比如节食、早起，过度道德化了，是不是更容易中招？把减肥成功看成道德胜利，把多吃一块饼干看成道德污点，这种想法本身就容易触发道德许可。一旦你觉得今天表现很好，比如严格遵守了饮食计划，就很容易觉得我值得奖励，然后可能就吃了更多不该吃的东西。这个确实要小心。除了道德许可，还有别的陷阱吗？还有一个和静穆有关的问题。当我们感觉自己在某个目标上取得了进展时，比如减肥初见成效，或者工作完成了一部分，但研究发现，这种取得进步的感觉，有时候反而会激活我们心中那个被压抑的目标，通常是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目标。就像大脑在说，你看，我们已经往长期目标走了一步了，现在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满足一下眼前的需求了，结果可能就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书里给出的建议是，要把关注点从我已经取得了多少进步，转移到我当初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目标，以及我对这个目标的承诺是什么上来。时刻提醒自己那个最初的我想要，而不是仅仅盯着进度条。记住你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陷阱，我敢说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那就是明天会更好的错觉。我们倾向于过度乐观地估计未来的自己，我们总觉得明天的我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更充沛，意志力也更强。好像是这样，总觉得今天太忙太累，状态不好，明天肯定能搞定。这种想法就为我们今天的拖延和放纵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今天先这样，明天我一定能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好好吃饭。书里举了个例子，研究发现，如果在餐单上增加一个健康的沙拉选项，人们反而更可能点不健康的汉堡，因为那个沙拉的存在让他们觉得我未来是有可能健康饮食的，从而减轻了点汉堡的罪恶感。我们预测自己未来行为的时候，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自控力，低估可能遇到的诱惑和干扰。那怎么打破这种明天再说的循环呢？书里提到了心理学家霍奥德·拉克林的一个策略，叫做减少行为的变化性。他的观点是，不要把每一天的选择都看作是独立的，你要认识到今天的选择其实是在为明天的选择投票。
你今天选择放松，实际上增加了明天继续放松的可能性。试着把今天的行为和未来的行为捆绑起来看，问自己，如果我今天这样做了，是不是因为我未来1周、1个月都会这样做？这样想可能会让你更难为今天的放纵找到借口，打破那种今天只是个例外的幻想。还有一个效应我印象很深，叫光环效应。好像是说我们会因为某个东西的部分优点，就忽略了它的整体缺点。光环效应在消费领域尤其明显，某个产品只要被打上健康、有机、低脂、慈善或者打折这样的标签，就像戴上了一个光环。这个光环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整体上是好的，值得拥有的，从而忽略它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热量依然很高，或者价格其实并不划算，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书里就提到了类似的研究，给参与者吃同样的奥利奥饼干，但告诉一部分人这是有机奥利奥，结果他们估计的热量更低，也觉得可以吃更多。那个打折的光环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购买行为，是省钱，从而掩盖了冲动消费或者过度消费的本质，也是一种为放纵行为寻找合理论证的方式。所以认识到这些陷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接下来我们得聊聊欲望了。我们总觉得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肯定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书里好像说这不一定。对，这又是一个大脑常常误导我们的地方。书里区分了2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奖励的承诺和快乐本身。我们大脑里有一种神经递质叫做多巴胺，过去人们常常把它叫做快乐分子，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多巴胺更准确地说是驱动想要，或者说渴望的。它激发的是你去追求、去寻找奖励的动力，获得奖励后的那种享受、满足感，更多的和大脑内啡肽等其他神经化学物质有关。多巴胺主要是让你产生如果我得到那个东西一定会很快乐的预期和冲动。问题在于，大脑常常把这种强烈的想要误认为一定会喜欢。书里提到了奥尔兹和米尔纳做的那个经典的老鼠实验，他们在大鼠大脑的特定区域植入电极，老鼠只要按压杠杆就能获得一丝电刺激。结果发现，老鼠会不停地按压杠杆，几千次、几万次，甚至不吃不喝，直到力竭。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这种刺激激活的主要是多巴胺系统，是强烈的想要去按压杠杆，而不是说每次按压都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享受。它们更像是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渴望驱动着。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金钱的研究，人们在预期自己将要赢钱的时候，大脑奖励中心的多巴胺水平会飙升，但真正拿到钱的时候，多巴胺水平反而可能下降了。所以是期待的过程比结果本身更刺激。在多巴胺的层面上是的，它让我们对可能性和期待感非常敏感。很多现代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都是在精准地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比如食品工业通过添加糖、脂肪和盐来让食物更诱人，社交媒体用点赞、评论、新消息的提醒来制造持续的期待感，购物网站用限时折扣、个性化推荐、新品上市来激发你的购买欲，赌场游戏的设计更是将多巴胺刺激运用到了极致。我们被各种奖励的承诺包围着，大脑不断地释放多巴胺，让我们产生想要的冲动，即使那些东西最终带来的喜欢可能并不如预期，甚至会带来负面后果。认识到想要不等于喜欢，可以帮助我们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审视一下自己的渴望。当你下次非常想做某件事，比如刷手机或者吃零食时，可以问问自己，我对这件事的预期快乐有多高？这种区分本身就能让你稍微冷静一点。另外，书里也提到，可以反过来利用多巴胺，把它多巴胺化一些我们本来不想做但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枯燥或者困难的任务和一些能引发期待感、有奖励感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完成一个工作阶段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或者把锻炼和听自己喜欢的播客结合起来，让大脑对完成这个任务也产生一点奖励的承诺。但也要意识到多巴胺的阴暗面，这种强烈的渴望往往伴随着压力和焦虑。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不仅仅是因为预期它能带来快乐，也可能是因为你害怕得不到它，或者害怕错过它所带来的焦虑感。书里提到了一项针对想吃巧克力的女性的研究，发现她们想到巧克力时，不仅有渴望，也伴随着焦虑和压力。
多巴胺不仅承诺快乐，也暗示着不满足的痛苦。所以渴望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压力源。是的，这就引出了压力对自控力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我们之前提到，压力会消耗意志力储备，降低 HRV， 但压力还有更直接的破坏作用。当我们感到压力、焦虑、恐惧、内疚、羞愧这些负面情绪时，大脑会本能地去寻找能快速缓解不适、带来暂时安慰的东西。这时候，大脑的奖励系统会被激活。而什么东西最容易带来快速的安慰感呢？通常就是那些能刺激多巴胺释放的东西，吃高糖高脂食物、喝酒、抽烟、购物、沉迷网络等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屈服于这些诱惑。压力不仅削弱了你的刹车系统，前额皮质功能下降，还同时猛踩了油门，激活奖励系统去寻求慰藉。结果就是，我们更容易选择那些虽然能暂时缓解压力，但从长远看对我们不利的行为。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做恐惧管理。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或者想到死亡这样令人不安的话题时，会产生一种深层的恐惧和焦虑。为了应对这种恐惧，我们会下意识地去抓住一些能带来安全感、掌控感或者归属感的东西，比如暴饮暴食，寻求感官上的满足，或者更认同自己的文化群体，排斥外来者等等。这些行为可以暂时缓解存在的焦虑，但往往与我们的健康背道而驰。书里好像提到烟盒上的警告语有时会起反作用。对，这正是恐惧管理的一个例子。那些可怕的图片和文字可能会让吸烟者感到恐惧和压力，反而刺激他们通过吸烟来缓解这种由警告本身引发的焦虑。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压力和负面情绪引发的恶性循环，叫做那又如何效应。想象一下，你正在节食，结果没忍住多吃了一块饼干。这时候你可能会感到非常内疚、羞愧，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为了摆脱这种不适感，大脑又会去寻求安慰。那又如何？索性再吃掉一整包吧。一次小小的失控引发的罪恶感和自我批评，反而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放纵。这就是那又如何效应。它让一次小失误变成彻底的放弃。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节食、戒酒反复失败的情况。自我批评好像没什么用，甚至有害。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批评它加剧了压力和负面情绪，把你推向了你原本想要避免的行为。这么一梳理下来，感觉《自控力》这本书真是层层深入，揭示了好多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的机制。他好像在说，自控失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或者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的生理系统在某些状态，比如疲惫、低血糖、压力大，或者你的心理系统掉进了某些陷阱，比如道德许可、明天再说、光环效应，还有你的大脑对奖励和渴望的反应方式、多巴胺的驱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正是这本书的核心洞见。他把自控从一个纯粹的意志品质问题，还原到了更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来看，这本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非常诚实地面对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他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万能的成功公式，而是揭示了我们内在运作的规律，包括那些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理性的部分。他挑战了那种理想化的人性假设。对，他告诉我们，那个冲动的追求及时满足的自我，它不是需要被消灭的敌人，它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机制。我们需要去理解它，而不是一味的压制或苛责。与其在失败后对自己说我真没用，不如问自己，刚才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触发了我的行为？我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我掉进了哪个陷阱？这种分析和理解远比自我鞭挞更有建设性。而且你会发现，书里提到的这些概念，它们不是孤立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当你意志力因为疲惫或睡眠不足而下降时，生理层面，你就更容易受到多巴胺的诱惑；欲望层面，也更容易相信道德许可或者明天再说的借口；心理层面，如果这时候再遇到压力，情绪层面，那失控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它们像一张网，对，一张相互影响的网。理解了这张网，我们才能更精准地找到干预的切入点。所以，或许自控的真正含义，
不是要练就钢铁般的意志去彻底消灭冲动和欲望，那可能既不现实也不人道，而是要变得更智慧一些，更了解自己这部机器的运作说明书，知道它的强项和弱点，学会更好地管理内在的冲动和外在的诱惑，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奖励，什么只是虚假的承诺。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选择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真正看重的长远的生活价值。我相信正在收听的你可能已经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很多影子，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有过因为早上锻炼了，晚上就心安理得地多吃了一点儿，或者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特别想刷刷购物网站，或者吃点甜食来安慰自己，又或者是不是经常觉得明天再开始，结果明天又重复了今天的故事。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体验。所以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提供了理论解释，更在于它鼓励我们把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去做一个自我探索者。你可以试着运用书里提到的那种深入剖析的方法，花点时间观察一下自己，记录一下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境下你的意志力感觉最强，什么时候又感觉最弱，是什么事情或者情绪最容易让你失控，你最容易被哪些奖励的承诺吸引，是食物、社交媒体、购物还是别的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陷入了道德许可或者那又如何的循环？就像给自己做个意志力日记，类似，不一定要很复杂，关键是带着好奇心去观察，而不是评判。你可以从书里推荐的那些意志力实验中挑选1、2个你觉得可能对你最有帮助的，尝试一下。比如前面提到的5分钟冥想，对，或者放慢呼吸的练习，看看它能不能帮你应对压力或冲动。也可以试试更有效的解压方法，替代掉原来的不健康方式。比如用散步、听音乐和朋友聊天来代替情绪化进食，或者有意识地去测试一下那些奖励的承诺。你非常想吃的那个东西，吃完之后感觉真的有你期待的那么好吗？能持续多久？关键是保持实验的心态，允许自己尝试，也允许自己不完美。这不是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必须成功的任务，而是提供了一些了解和帮助自己的工具。而且这些策略和视角，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对吧？不仅仅是戒烟、戒药这些典型的意志力挑战，克服拖延症，管理个人财务，改善人际沟通中的冲动反应，应对工作压力，培养新的学习习惯，几乎所有涉及到需要在短期诱惑和长远目标之间做选择的情境，都可以从这本书的洞见中受益。确实，《自控力》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自己以及如何与那个不完美的但真实的自我相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量，同时也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框架。同情心很重要，它让我们从与自己为敌转向与自己合作。那么聊到最后，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留给我们所有听众的一个思考。既然我们通过这本书更深入地理解了意志力的运作机制，认识到那个冲动、渴望及时满足的自我，它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而且那种绝对的、严苛的、试图完全消灭冲动的自控，可能并非最佳状态，甚至可能带来我们不想要的反作用。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全人的自我接纳我们会有冲动、会犯错和持续的自我改进，我们依然希望变得更好，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那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呢？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理解了自控力之后需要继续探索的，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答案了。好的，关于《自控力》这本书的探讨，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希望这些内容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感谢收看与书谈，我们下期再见。